大雨如瀑，像要把整个世界的污秽冲刷干净。郊外无人的小路深处，一道身影仰面躺在臭水沟中，他的腿脚绵软弯成不正常的弧度，脸上伤痕密布，呼吸弱的胸膛无起伏。叮铃铃，突兀的铃声响起，又很快地被淹没在雨声中。那人终于动了一动，可将手伸进口袋的动作就花了他近1分钟。他已经没力气抬起手机，却仍撑在临死的前1秒按下了接听键。哥，我从梦中惊醒，抚上脸，摸到满手的泪。小姐，您还好吗？空姐闻声走来，我后知后觉地听到飞机引擎发出的轰鸣响。没事，只是做了个噩梦，打发走空姐。我望向窗外层叠的白云，面沉如水。那不是梦，那是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我哥会爱上一个攻略者，为他和家族决裂，喝酒到胃出血，和黑道结仇，1年后死在臭水沟里。想到此，指甲嵌入掌心的刺痛唤醒了我。我饮下满腔恨意，在心里宽慰自己，这次一切还没发生，还来得及。我一定会让那个攻略者付出千百倍的代价。飞机落地北城，已是夜里10点。这次回国，我没告诉任何人，下了飞机便径直地打车去往市中心的一所酒吧。灯红酒绿间，我踩着喧嚣鼓点踏进门，一眼就看到斜对角卡座上的男人，懒散地倚着靠背，指尖夹根香烟，烟雾缭绕，缠上他张扬俊艳的眉眼。周遭男女时不时谄媚讨好地向他敬酒，他懒懒地掀起眼皮不做回应，也没人敢多嘴。桀骜懒散，玩世不恭，高坐云端，这才是祭祀。我的哥哥绝不该跌落尘埃，身陷恶浊。眼眶发热，我朝前急迈出一步，又在看到不远处的一幕时将停住了。服务员打扮的女生正弓腰端着托盘，被卡座角落的一个男人拽住手腕。男人显然酒劲上头，毫不避讳的耍流氓。新来的，长得不错，陪老子喝杯酒。女服务员穿着深掐腰的短裙，闪烁灯光照出她一截洁白修长的脖颈。她看起来不过20岁出头，妆容衬着清丽长相，一张脸又纯又玉。她声音怯怯，语气却不卑不亢：“先生，我不陪酒，老子要你喝就喝，哪这么多废话？”男人不耐手下用力的一拽，女服务员挣扎间手中托盘摔落，啪的一声脆响，她站不稳跌坐在地，正好摔落在祭司脚边。动静太大，惹得祭司漫不经心的垂眸望去。女服务员恰好仰头，露出隐忍倔强的表情，与他四目相对。我站在场外，一刹那浑身血液凝固。那个攻略者梁琦，这是由他精心制造的一场相遇。上辈子我一直在国外进修，并不曾亲眼见过梁琦，只是在某个日常通话中，我哥突然和我说：“念念，等你过年回来，我带你见个人。”我怔过后打趣道：“是哥哥喜欢的人。”他声音带笑：“如果你不讨厌的话，他就是你嫂子。祭祀在北城圈里是出了名的浪子，身边的女人换过一个又一个。旁人都道他风流，却没人知道他曾素着脸同我解释，我那是做给季家人看的。哥哥，我私底下洁身自好，你可不许误会，我们之间从无隐瞒。我自然听得出那天他散漫语气下的认真，他想娶那个姑娘。我全然不知那是针对他的陷阱，只由衷的替他高兴。好啊，哥哥喜欢的人，我肯定也会喜欢。我对我哥的喜好了如指掌。我哥不喜欢娇艳欲滴的鲜花，也不喜欢张扬肆意的野花，他独喜欢被风雪摧残仍不肯弯腰的清纯小白花。梁琦的长相、出场都是按照他的喜好量身定制的。果然，祭祀垂眸看到梁琦的瞬间，没忍住片刻失神。醉酒的男人火气上头，几步上前扶拽住梁琦的手。他妈的臭婊子，伺候老子委屈你了。祭祀回神，一个轻飘飘的眼神过去，男人酒意瞬间散了3分。季少，真妞太不懂事了，我教训教训他。你看，他还把你裤子弄脏了，昂贵的西装裤脚被酒液浸出一滩湿痕。梁琦看了看，抿唇诚挚道：“抱歉。”他正脱开醉酒男人的手，试图自己撑在地上站起身，刚动了动，就嘶的一声，脚踝处被碎裂的玻璃片割出一道长长的伤口，血色在他瓷白的肌肤上显得触目惊心。祭祀视线掠过去，蹙了蹙眉：“装什么装呢你？”醉酒男人还要再说，祭祀倏地抬眸，冷冷的吐字，滚场间一记。众人面面相觑，纷纷地拉开距离，静了声。梁琦咬唇看他，红着脸：“谢谢。”祭祀挑了挑眉，他轻身朝梁琦伸出了手。梁琦的耳边响起系统音，检测到目标攻略成功率为99%，恭喜宿主开了个好头。梁琦的面上做一副不敢置信微怔的模样，他睁着湿漉漉的杏眼，纠结半晌，颤颤地抬起了手。就在两双手即将相触的瞬间，我从斜刺里闯入，一把拽住我哥伸出的手。哥，我状似和祭祀说话，眼睛却盯着梁琦，毫不掩饰自己的恶意。哥，别什么人都服，脏了你的手。梁琦怔住，脸上错愕惊诧的表情一晃而过。我勾起唇，还想再讽刺几句，手中忽觉加重的力度。念念，祭祀反握住我的手，蹙眉沉声问道：“学校还没放假，你怎么回来了？”他的表情严肃，却掩不住满脸的紧张担忧。
手心的触感是温热的、真实的，眼前的人是活生生的。我眼下心头酸涩，笑了笑。我辍学了，不回去了。不等他发问，我在他身旁的位置坐下。我的事待会儿再向哥你解释。现在我想问，我指了指地上的梁琦，歪头状若好奇地问道：哥，他是什么人？祭祀不耐地扫了梁琦一眼，眼里再无兴味。不相干的人，不用管他。他急着想听我的解释，我偏还是将目光对准地面。哦，可他怎么像垃圾似的堵在地上不起来呀？梁琦脸上青白交加，他垂下头柔弱道：对不起有用，还要酒吧经理干嘛？我转头对着姗姗来迟的酒吧经理笑眯眯道：你们这员工真有意思啊，受伤了不起来，我还以为他想碰瓷呢。对不起季小姐，他是今天刚来的，还在学规矩，谁知道他非要上场，我这就把他扔出去。酒吧经理朝身后的打手示意把人拖走，一边含腰致歉：季小姐、季少，几位接下来1个月在营业的费用都免了，您2位看行吗？打手们已经拽上梁琦的胳膊，不妨被挣开了。先生，我需要这份工作赚钱救人，求您帮帮我。他仰着头，眼角的泪将落未落，娇弱之姿惹人爱怜。我扭头看向我哥，祭祀躲开梁琦要拽住他裤脚的手，眉眼染了几分戾气，滚梁琦呆住，下一秒便被打手们拖拽了出去。与此同时，我听见他脑海里的系统警报音：目标攻略成功率降为0，请宿主先完成前提任务，攻略目标的妹妹。我望着梁琦狼狈离去的背影，缓缓地弯起了唇角。反杀才刚刚开始，被祭祀拽出酒吧，坐进车厢。我心知要面对他的盘问，不必会迎上他审视的目光。不想他第一句问的却是：念念，你认识他？我恍然明白自己的反常逃不过他的眼睛。祭祀是在那样扭曲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观察力远比常人敏锐，何况他也对我了如指掌。但这也正是我2辈子都无法理解的一点。想借机靠近他的小白花那么多，他不是看不透，为什么独独向梁琦伸出手？哥，我刚刚看见了。我定定地看他，试探道：他是故意摔到你脚边的。我知道。我一惊，不敢置信。那你……他没来由地笑了，眼里漫上柔色。我只是觉得他的眉眼有几分像你。喉咙一哽，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个原因。我忽然后悔自责，上辈子对他太过信任，没有亲眼见过梁琦就说出那样的话。稳稳神，我认真道：哥，我不喜欢他。祭祀愣了愣，旋即安抚地摸摸我的头。好，那我也不喜欢他。他答应过我的事，从来没有做不到的。心下一松，我缓缓还没吐口气，就见祭祀乍然肃了脸。为什么回来了？我回来接管季家了。祭祀瞳孔骤缩，表情猛地一变。不行，这是迟早的。当初出国只是为了拖延时间，但拖不了季天阳多久。季天阳是我们名义上的父亲。哥，我们该和他做个了断了。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季家的势力。没了季家少爷的身份，什么牛鬼蛇神都敢踩祭祀一脚。纵然那些人都知道他和我关系匪浅，可我不掌权就对他们构不成威胁。何况我和祭祀不是亲兄妹。我的母亲是季天阳的初恋，祭祀的母亲是他的妻子。季天阳当初为了商业选择联姻，得到一切后便想抛弃妻子，回头找他的白月光。白月光已经嫁人生女，他仍然纠缠不休，逼迫他离婚。他的妻子在捉奸的路上死于车祸，白月光则因不堪折磨自尽了。季天阳把白月光的女儿带回了家。我永远记得那年冬天，季天阳牵着6岁的我走进几百平的别墅。念念，从今往后你就姓季，季家的一切都会是你的。客厅角落处站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小男孩。大冷天，他只穿件单薄的衬衣，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的爸爸把宠爱捧给别人。我和他对视几秒，呆呆地问了句：他呢？季天阳厌恶地扫去一眼，他只是季家的一条狗。念念想怎么处置都行。祭祀的父母忙于撕逼斗争，他在季家无人问津，后来更受尽季天阳的虐待。我的父母因季天阳纠缠也是争吵暴力不断，时不时的就将气撒到我头上。我和祭祀都是没有人爱的孩子。我对上他乌黑暗沉的眼睛，鬼使神差地说：我要他做我的哥哥。后来他就真的成了我的哥哥。哥，你会帮我的吧？我晃着祭祀的手臂撒娇。他紧绷的表情刹那垮落，变成一个无奈宠溺的笑。好，你想做什么都行。我挽着祭祀的胳膊，也跟着笑了。当夜，我给远在南方的季天阳发短信，说明自己提前回国要进季氏集团的意图。季天阳高兴的第2天就派人接我进了公司。我没有刻意的去找梁琦，因为我知道他会自己送上门。果不其然，在我进集团的第3天，梁琦敲响了我办公室的门。以项目组实习生的身份，我虽然是空降公司，项目组也是刚成立，但集团塞人总要让项目经理过目，可我这3天却从未得到实习生的消息。假装没发现这个漏洞，我惊讶道：是你？梁琦拖着条瘸腿走近。季小姐，是我主动的要求来您的项目组的。哦，他露出羞愧的表情。那天晚上的事真的很抱歉，我家里欠了高利贷，迫不得已只能去酒吧工作，又听说季少爷对好看的女人经常1掷千金，我就动了心思。我怔了怔，
确实没想到梁琪会主动的坦白他对祭祀是蓄意接近，但我绝对没有非分之想。我知道自己配不上季少爷，我初衷只是想借点钱。梁琪深深地弯下腰，要多诚恳有多诚恳。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打季少爷的主意，但我确实很需要这份工作，希望您能给我机会。梁琪确实很聪明，如果不是早知他的目的，他今天这招以退为进，确实足够坦诚抹消我的不悦。原来如此，我那天也不是故意针对你，我刻意的等了一会儿，才起身上前扶起他。想接近我哥的女人太多了，他来者不拒，我就只能偶尔充当坏人，你别介意。正好我在公司里也没个熟人，过2天有场应酬，你陪我去吧。梁琪一愣，激动的满口答应。谢谢念念姐，我莞尔一笑，默许的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是该感谢我，感谢我将他送进地狱赎罪。你在和风雨接触，还要参加他们的酒局。晚饭的时候，祭祀忽然关心起我的工作。我点点头。季家刚接触金融圈，投资娱乐业风险最小。季家今年刚成立项目投资部，却是季天阳因为我本科学的金融，特意开辟出的新业务。原本是等着我进修完回国后再交到我手上，现在一切只能从零开始。祭祀皱眉，风鱼背后的资本不干净，你换个项目。风鱼的创始人是黑道背景出身，业内风评极差，若和他们扯上关系，迟早惹一身腥。上辈子祭祀正是为了梁琪得罪他们才会。我捏着筷子的手一紧，哥，你放心，我没想和他们合作。对上祭祀困惑的表情，我笑了笑。我第一次做尽职调查，拿他们练练手，风雨也在我的复仇射程之内，我当然不会放过。2天后的傍晚，我带着梁琪奔赴酒局。风雨出席的3个高管，老油条的面皮下都是狠角色。没想到来的是2个大美女，荣幸，荣幸。相互介绍完，为首的人笑得油腻，刚入座问也不问，便倒了杯酒推过来。实在不巧，我这2天在吃药，喝不了酒。我表达完歉意，自然地将酒杯移到梁琪身前。琪琪，你能喝吗？梁琪略有发怔，随即捞过酒杯。我替念念姐敬您。他一连干了3杯。风雨的人顿时眼前一亮，好，爽快，中国地方特色，生意便全在酒里了。从股权架构谈到行业发展，近2个小时，我只装作没看见梁琪越喝越白的脸色。我都快喝到胃出血了，攻略值怎么还是0？你来我往间，忽然传来梁琪和他那个系统的对话。根据分析检测，对纪念只有使用不要命式的舔狗攻略才有成功的可能。系统建议，宿主，要不你就胃出血试试吧。我借着喝茶的动作，掩住了弯起的唇角。上辈子我哥离开季家后，出席酒局，遇到有人刁难梁琪，为了替梁琪挡酒，他生生的喝到了胃出血。我哥经受的，必要他100倍奉还。宴席散后，我担忧地挽着梁琪的胳膊，你还好吗？我让司机先送你回去。梁琪惨白着脸，摇摇晃晃地挂在我怀里，能撑住。他心里却在和系统吐槽，这女人真难搞，快让我胃出血，我要把血吐她身上。我额头一跳，在梁琪微弓腰张嘴之际，眼疾手快地先将她塞进了车里。车门砰的一声关闭。我走到车前，嘱咐司机，你把她送回家，路上别走岔路。言外之意，除了她家哪里也别去。虽然不能亲眼看着她胃出血有点可惜，但让她演独角戏也够解气。我挥挥手示意司机快走。汽车开走的瞬间，我注意到自己的手腕沾到了一点血迹，用丝帕嫌弃地擦干净后，我转身再次走回酒店。风雨的人还没离开，我停在他们必经的拐角暗处。等到脚步声响起，我利落地拿起手机放在耳边。今天和风雨谈得挺愉快，本来我是想当场敲定合作的，但是不出所料，脚步声停在了不远处。琪琪说风雨背后的关系有些复杂，要我再慎重考虑考虑。琪琪啊，就是今天和我一起来酒局的那个女生啊。我抬脚边往洗手间走，一边注意身后跟上来的动静。她家里借了高利贷，好像和风雨背后的人有点关系。不说了，我上个洗手间就出来，你在地下车库等我吧。进门前，余光瞥到不远处有道人影一闪而过，正是风雨3人组之一。梁琪为了攻略我哥，给自己安的人设是为还高利贷四处打工的坚韧小白花。他的家庭困窘，因欠债四处躲藏，这几天好不容易刚将催债的人甩开，现在我贴心的又把人给他送过去了。再出酒店，我哥的司机已经等在了地下车库。小姐，季先生今晚回来了，季少让我把您送去最近的公寓。季天阳回来了。不，还是回去吧。车到半途，我收到送梁琪回去的司机发来的短信。季小姐，人已经送到，但他吐血晕在车里了，怎么处理？将猎物诱进绝境的过程中，总要给他一点希望做诱饵。我敲下，把人送去医院吧。回到祭祀的别墅，客厅里没人，1楼书房开着条缝，隐约的有说话声传出。念念既然提前回来了，那有些事我得现在通知你。我轻手轻脚地靠过去，听见季天阳不怒自威的声音，我要你和季家断绝关系，放弃继承权，保证以后不会和念念争夺家产。我将在原地懵了。祭祀嗤笑一声，吊儿郎当的，我不稀罕你的东西，不管你稀不稀罕，我要为念念考虑。
季家的一切都是我留给他的，我不会让你有染指的机会。书房内安静了片刻。行，反正我巴不得和你一刀两断。我明天就让律师过来一趟。季四明明已经不喜欢梁启，怎么还是会和季家决裂？上辈子他瞒着我，我在梦里第三视角也只是模糊的知道此事，却窥不到更具体的。或许我哥和家族决裂本就不只是因为梁启的缘故。我猫着腰上到2楼卧室，坐在床上愣愣地发起呆来。我想起儿时和祭祀初识的时候，他原本是极厌恶我的。祭祀在季家不受宠，佣人待他便也多无视敷衍。时常到了饭点，家里阿姨也不会喊他用餐。我去敲他的房门，他总是只开一条缝，阴沉着表情密我：哥哥，吃饭了。滚！他利落地关门。我把饭盒放在他的房间门口，便默不作声地走了。过一下午，那饭盒仍原封不动地留在原地。几次三番以后，祭祀不耐烦了。8岁的年纪，他就比我高了大半个头，一把拽着我的衣领抵在门上。他的表情有不服年纪的凶狠。季天阳也说了，我是条狗，狗是会咬人的，你最好给我滚远点。我像听不懂他的威胁，乖巧地把手递到他嘴边，那你咬吧。祭祀好半晌挤出一句，神经病。小时候他不喊我的名字，只喊我神经病白痴。我毫无脾气，默默地当条小尾巴跟在他身后。冬天下了第一场大雪的那天，祭祀忽然回头对我笑得不怀好意，带你去赏雪，去不去？他把我带到别墅区深处无人的山林，绕过好几条崎岖的小路，站到山顶。你从这里跳下去，我就当你的哥哥，怎么样？我不说话，用眼神回答他，我又不傻。祭祀为此开怀大笑，笑得弯了腰。那你把羽绒服脱了，在这里待一晚上，让我看看诚意。山顶风雪肆虐，没有遮蔽，待一晚上，不知道会不会冻死过去。我沉默，须臾后对他点了点头。祭祀骂了句白痴，转身下了山。那天季家为了找我，甚至惊动了警方。我蜷缩着身子，夜里高烧烧的神志不清的时候，祭祀回到山顶。你是白痴吗？让你待着就待着，羽绒服还真脱了。白痴，被他背着。我迷迷糊糊中嘀咕，我不是来做你的敌人的，我是来和你合作的。我不想心悸，祭祀的背影僵了僵，他低低的咒骂一句，没注意脚下摔了一跤。颠簸中，我下意识的，哥哥，对不起，长辈的恩怨本不该牵连孩子。可命运使然，我住着祭祀母亲的豪宅，享受了本该属于他的一切，不能不愧疚。下山的路很不好走，那夜他摔了很多次，可一次也没摔到我。我生了场大病，住了院。祭祀挨了顿毒打，在雪地里跪了2天，奄奄一息。季天阳给我请了最好的医生，可祭祀却只能自生自灭，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我跟他道歉，他骂我白痴，但我喊他哥哥，他应了。那时候我便明白，血缘是天定，但羁绊是选择。喝了。祭祀端着杯牛奶敲开我房间的门，今晚有收获吗？他早就猜到我拿风鱼练手的说法是在撒谎。我笑笑，风鱼很迫切地想拉投资，我怀疑他们资金出了问题。他们欠了银行近100亿，还钱的时间快到了。我眸光一闪，高利转贷。祭祀点点头，还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因为借贷的大多是普通人，事情一直没曝光。季天阳不让祭祀参与集团事务，这几年他在外也一直装作纨绔。但我知道祭祀在商业方面很有天赋，他在南方也已经暗中有了不菲的事业，知道这些消息并不奇怪。哥，季家的一切只能是你的。我又想到刚刚在书房外听到的话，板起脸，这是我们当初说好的。我在明装乖巧松懈季天阳的心神，祭祀在暗伺机而动。我放弃继承，季天阳就会把集团的股权都转给你。可我不。祭祀笑着截断我的话，等你拿到股权后，你再雇我进集团当个总经理，也是一样的。这哪里一样了？比起从季天阳手里拿回一切，你把季家的东西分给我，更让他不能接受。我不赞同道，那本来就是你的，不是我分的。祭祀失笑，把我摁进被窝里。小小年纪别想这么多，这么晚了，快睡吧。我嘟嘟囔囔。祭祀站起身，在离开前，他忽然冒出一句：“那个梁琪惹你了。”我的心一紧，仰头对上祭祀幽深的目光：“怎么了？”“没什么。如果有人惹了你，你要告诉哥哥。”他亲昵地揉了揉我的头发，玩笑似的：“哥哥无条件帮你报仇。”鼻头一酸，我把头埋进被子里。知道了，晚安。不需要理由，只要我说自己想对付谁，祭祀绝对会成为我手中那把所向披靡的枪。只是这次我不想做枪手，我也想做那把枪。我怀着神挡杀神的心情，第2日一大早便去医院看望梁琪。刚走到病房门口，我听见梁琪的心声：“纪念昨天晚上是不是故意的？那群高利贷怎么会突然找上门？”宿主：纪念的人物数据不完整，无法监测其行为动机。梁琪不满，为什么非要攻略他？祭祀的攻略成功率不是可以到99%吗？纪念是那剩下1%，才1%而已。这1%可以轻易的让那99%归零。哼，等我攻略下他，我要让他喝我的洗脚水，喝到吐血。宿主：清醒一点，攻略值到现在还是0。
前置任务也完不成的话，你会被抹杀的。系统泼完冷水，又转口问：你这个身体原主的母亲现在被黑道抓了，你不去救吗？梁琪漫不经心：那是为了攻略祭祀安排的，现在用不上就弃了呗，有什么救的必要？我在屋外听到此处，眼里阴云密布。梁琪果然就是梦里那样的人，为了完成任务，根本不会管他人的死活。那我也没必要心软了。我敛神，抬脚走进病房。琪琪，你还好吗？梁琪靠在病床上，虚弱的咳嗽。没事，谢谢念念姐来看我。我假装看不见，她满脸的硬撑罢了4个字，点点头，没事就好。梁琪表情僵硬了，两人虚情假意一番，我装作忧愁的叹了口气，这项合作叫停了，怪我不好，你昨天的酒算是白喝了。梁琪硬着头皮，只能接嘴问，怎么了？风雨背后的人放高利贷，我们集团不能和这种背景的企业合作。说完之后，我装作才想起来，好奇道，对了，琪琪，你家是向谁借的高利贷？我也不知道，我妈妈不让我接触。那你妈妈会不会有危险？你昨天一晚上没回去，她该担心了吧？梁琪迟疑，不会，你本来就是因为我才进的医院。这样吧，我派人去你家报个平安。梁琪惊得直起身，念念姐，不用，我已经给她打过电话了。我双手摁住她的肩膀，又把她摁了回去。我喜欢乖女孩，我轻身而下，温柔地摸着她的脸，意味深长道，你做的事我都看在眼里呢，不会亏待你的。梁琪身上汗毛倒竖，系统，他这是搞哪出？想到他对我的怀疑，我心里一动。宿主攻略值加30，系统不确定地回答他，最近流行双女主，你要不要试一试？梁琪，我派出的人找去梁琪家的时候，他的母亲正被人五花大绑，近50岁的妇人瘸了腿，已经被凌辱得衣衫不整。小姐，我已经替他还了钱，但那些人没走，还偷偷地守在周围。我捏着手机的手加重了力度，心里戾气横生。你找个机会装作无意透露出去，那家人的女儿1周后会回去。挂断电话，我调整了下情绪才返回病房。你母亲暂时没事了。梁琪眼角挂泪，演戏到位。念念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才好。我知道，面对梁琪突然蒙住的表情，我握上她的手。琪琪，有件事，你可以帮我吗？梁琪的手在发抖。什么事？我要风雨背后那些人发放高利贷的证据。我说自己怕拒绝风雨的合作，他们会对集团不利，所以想握住他们的把柄。梁琪以借据证明都在家里为由，婉拒了我。我没勉强，只是嘴上说着没事，下一秒他的系统便提示攻略值20，以玩弄他人人心为乐的人，早晚也会成为他人的掌中物。他想攻略我，就必须按照我的喜恶行事。果不其然，第二天在去医院看望梁琪时，他把证明交到了我手上。我昨天让我妈妈寄过来的。他挽着我的胳膊，讨好道，念念姐想要的，我都会帮你实现的。我忍着恶心，笑了笑，谢谢你，这份证据换来了20点攻略值。梁琪大概早就怀疑我不对劲，但他太过相信攻略值，索性和我做起交易似的。他给了我一份风鱼借贷转贷的证据，换了20点攻略值，又给了我一份风鱼的违法记录，换了30点攻略值。梁琪出院的那天，心情很好的和我说，明天再给我一份证据。我应了声好，目送他走向了我布的陷阱。夜里下起了大雨，我站在窗前望着夜色，思绪飘回梦里最后看到的那场雨。一件大衣伴着暖意披上我的肩头，随之一道轻问，在想什么？我回头看见是祭祀，一时心头也觉得被雨浸得湿漉漉的。季天阳把股权转给我了，我们可以开始反击了。季天阳签下法律文书的那一刻，我和祭祀就已经不战而胜了。这几年在季天阳面前，我装得温顺懂事，他还真以为我把他当成父亲了。这种错觉会让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尝到被至亲之人一刀刀凌迟的滋味。交给哥哥，明明大仇即将得报，我和祭祀好像都开心不起来。从小看着父母们之间的兵荒马乱，爱恨纠缠，到了完全尘埃落地的时刻，心里好像也只剩下了一片荒芜。我侧头看向祭祀，不，心里还有唯一的一片净土。我张张嘴正想说话，手机响起铃声提示，看到上面的短信，我的话到嘴边改了口，哥，我出去一趟，和上辈子那天一样的雨夜，一样的地点，只是躺在臭水沟里的人变成了梁琪。我撑着黑伞靠近，蹲下身，梁琪已经奄奄一息，在看到我的瞬间，眼睛亮得能刺透黑暗。念念姐，风雨的人来灭口了，我还有证据。他哆嗦着手想往怀里伸，却忘了自己的衣服早被撕烂了。这做任务的信念感 respect。 我忍不住笑了，你还差20点攻略值是吗？梁琪猛然瞪大瞳孔，下一秒攻略值80，一道无情的电子音穿过梁琪的脑海，他的身子开始发起抖来。你耍我！他回光返照似的忽然恢复力气，一把拽住了我的衣领。为什么？你做好事就要留名，所以送到警局的针对风雨的举报信，我帮你落了名。我一点一点地掰开他的手，放心，这都是你应得的。梁琪伸手要掐我的脖颈，一边狂吼，我要杀了你！我已经站起身，往后退了2步，静静地看着他的垂死挣扎。风携着雨水跑进伞里打在脸上，真冷啊！
哥哥上辈子没撑伞，淋了这么大一场雨，应该更冷吧？我蓦然垂下眼睫，在凉气不甘的嘶吼中转身离去。攻略前提任务完成失败，宿主将被抹杀。我撑着伞走出小路，在临近拐角处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漫天雨幕里，他撑着伞长身而立，另一手执着手电筒，为我照亮了一条归路。我几步跑过去，哥，你怎么来了？声音浸在雨里，让人听不真切。我还是很轻易地听清祭祀的声音。他蹙眉问：冷不冷？我摇头。他沉默地将我拉进了他的伞下，一件大衣兜头罩下，我囫囵地从衣领里钻出头，入眼是暖烘烘的胸膛。祭祀将我揽进怀里，挡住了所有的风雨。回家这2个字带过了雨声，咚咚地响在心里。我咀嚼了几遍，终于开口说出了梦醒后就一直想对他说的话：哥，如果你以后有喜欢的人了，也要记得保护自己，不要为别人拼命。说什么傻话？祭祀垂眸，用力地揉了揉我的头发。哥哥的命是你的，怎么会为别人拼命？因为又是那次他骗我留在山顶，他始终觉得自己欠我一条命。是啊，他答应我的话从来没有做不到的。从前有次我生病给他打电话，他没接到，后来他就答应我，以后无论他在做什么，会永远以我的电话为先。所以上辈子哪怕到死，他也要按下那个接听键。那他上辈子的死，或许不是为了梁琦。我想得出神，到车前了还没反应过来，被祭祀拍了拍脑袋。雨下到你脑子里了？怎么变傻了？我立马捂着脑袋坐进车里，反驳道：你才傻！祭祀拿干毛巾替我擦湿发，笑得宠溺。被你拉低了智商，梦里留下的谜题，答案就变得不重要了。我们会相互搀扶，走过每个大雨滂沱的夜，不论日出与否，仍无所畏惧地一同迎接黎明。晚安。